大家好，天堂紀念版首先向全天下的爸爸說一聲父親節快樂，祝各位爸爸們可以順利的打到寶物。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帶家人出門聚餐慶祝？如果有的話，出門一定要特別注意天氣的變化，因為有台風的關係啊，特別是北部的朋友，今天這雨真的是下得非常大，出門在外務必注意安全。今天父親節的下午大約2點半左右呢，我們熟悉的電玩洛克順利升50級啦。這個應該算是給自己的父親節禮物吧。洛克在升上50級之後呢，它的屬性點數毫無懸念的直接加在力量上，這一點力量補上去呢，角色整體打怪效率會再提升一個層級。再次恭喜洛克升到50級。接下來我們要進入今天的重頭戲。相信有在關注泰坦局勢的玩家肯定都知道，最近水蛇伺服器的動物大聯盟轉移到泰坦伺服器了。以下就以動物盟來稱呼。動物盟這一波空降到泰坦，隨着他們的進駐呢，形成了第三勢力。不過關於這個第三勢力的定位其實有點奇怪啊，目前在玩家間似乎有各種說法。不過呢，果果在8月7號的直播中有進行說明。首先呢，動物盟本身的立場，他們是以中立聯盟自居，意思就是說他們不屬於泰坦伺服器中的任何陣營。不論是哪一個陣營，只要有合作空間，大家都可以來溝通協調。目前是動物聯盟已經跟非法盟達成合作關係，但這必須強調，動物盟並不隸屬於非法盟，動物盟依然保持獨立的聯盟運作。同時，動物盟也特別澄清內部的領導結構啊，目前動物盟的代表是由小鴨盟的夜雨來擔任，並不是動物盟的實況主果果。然而，正是因為這個與非法盟合作的決定，讓動物盟剛到泰坦就面臨到非常棘手的衝突。由於動物盟目前與非法盟處於合作關係，在戰鬥區域，特別是大家最常聚集練等的歐拋，動物盟的成員開始遭到大聯盟的攻擊。針對這個嚴峻的局勢呢，果果也在直播中特別針對伺服器環境與目前衝突做出非常詳細的說明。果果表示，他們當初在移民來到泰坦伺服器之前，對於這個伺服器的環境與恩怨情仇完全是一無所知。果果在直播中強調，伺服器裡誰跟非法盟有過節，誰跟誰的仇恨，那是大家過去累積下來的私人恩怨與血盟恩怨。如果敵對陣營要打，應該去針對那些與你有恩怨的血盟或個人去打，而不應該只是因為動物盟現在跟非法盟有合作關係，就把怒火宣洩在動物盟的成員身上。果果甚至在直播中表示，跟敵人合作，我就連你一起打的這個行為，簡直就跟水蛇伺服器當初的愛心盟一模一樣，就是硬要扯一些無辜不相干的人，然後找個借口到處亂打人，破壞遊戲環境。為了捍衛盟友的權益，果果在直播中說，如果未來還有任何人在像歐拋這種戰鬥區域的練等地圖無故亂打動物盟的人，只要有打人的證據，他絕對會站出來，毫不妥協地捍衛動物盟每一個盟友的權益。當然，果果也強調他們絕對是公平的。如果是動物盟的成員亂打人、當白目、破壞規則，他也絕對不會包庇，會用相同嚴格的標準處理，一律直接踢出血盟，絕不寬待。接着就是動物盟為什麼會接肯特城的原因。其實當初動物盟剛來泰坦時，優先是與非法盟合作。當時雙方在討論時，原本預計要讓動物盟拿下的目標是妖堡，但當時大聯盟拿下了妖堡，而肯特城與楓木城則是由非法盟還有玩具盟拿下。就在這個時候呢，持有肯特城的非法盟主動提出願意將肯特城讓給動物盟。至於城堡稅收的問題，果果也說得非常明白。肯特城的城堡稅收是屬於合作聯盟大家平分，並不是由動物盟獨拿。果果也坦誠，當下拿到肯特城的時候，他心裡其實沒有想象中的那麼開心，反而覺得有點奇怪，因為他很清楚，一旦拿了肯特城之後呢，一定會被有心人士拿來大做文章。他甚至表示，如果事情變得那麼複雜，他寧可不參加工程，也不拿任何的城。談到未來動物盟的定位呢，果果依然非常堅定地表示，動物盟就是泰坦伺服器的第三勢力，哪一邊發瘋或者是哪一邊變壞，
動物盟就會加入另外一邊。而之所以要這麼堅持第三勢力的立場，原因非常簡單，就是絕對不能讓伺服器出現一盟獨大的情況。因為只要一旦出現一盟獨大的情況，接下來那個獨大的血盟往往就有可能會開始做出破壞遊戲生態與環境的事情。所以泰坦伺服器非常需要這個第三勢力站出來當糾察隊，去制衡兩邊，維護整個伺服器的平衡。不過這套第三勢力糾察隊的理論啊，在另一邊大聯盟陣營眼中看法截然不同。對於另外一邊大聯盟的玩家來說，他們的邏輯非常的直接啊。既然你現在選擇與我的敵人合作，那麼在戰場上你們就是我的敵人。在大聯盟的認知裡，沒有那種我跟你的敵人合作，但又同時是第三勢力的這種事。簡單來說呢，只要是合作關係還在的期間，你在我們眼裡就是敵人，沒有什麼第三勢力。雖然果果的想法有一些的天真，但大聯盟的做法在他們的立場上確實也沒什麼問題。感覺是雙方對於中立盟的定義從根本上就有着不同的認知。一方認為自己是為了制衡生態而存在的第三勢力，另外一方呢，則是覺得只要你跟敵人聯手，那你就是我們的敵人。不知道大家對於第三勢力這個概念有什麼看法呢？你認為在遊戲中真的有存在絕對中立的第三勢力嗎？還是只要有了合作關係，就必須承擔敵對陣營的刀光劍影呢？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感謝大家觀看。大家對於第三勢力的看法是什麼？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